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萧启清嚷延期背后，一场关于国产奇幻剧的豪赌。深夜刷短视频时，再次偶遇萧启清嚷的预告片，熟悉又惊艳的一幕扑面而来。迪丽热巴挥刀劈开暴雨，陈星旭镜片中映出血色藤蔓，雨幕中的气氛既诡异又充满压迫感。这组画面原本应该在2025暑期档掀起一场热潮，成为新一轮奇幻剧的标志性记忆，结果却成为一场薛定谔的定档，存在于观众期待与平台沉默之间的未兑现幻象。从最初的2024年末官宣，到2025年3月谣传定档，再到暑期上线失约，如今被曝将延期至11月。萧启清嚷的排播之旅几经波折，剧未播先火，档未定先乱，观众从满怀期待到自我调侃，逐步发展出一种定档 PTSD。从穿羽绒服等到短袖，再等就要加棉袄了。翻看微博话题萧启清嚷定档，评论区哀嚎一片，这剧要么别放预告，要么别把我们当猴吊着。回顾他的档期漂流记，2024年底，腾讯官方片单明确标注为2025年暑期档重点剧集。2025年3月，多个营销号放出消息称将于7月8日接档换羽。2025年6月，临时改档扫毒风暴顶替上线，传言延至8月。2025年7月，娱乐博主集体爆料11月下旬上线，官方却依旧沉默。最具戏剧性的是，就在原定7月8日这天，某大 V 还在兴奋高呼都市奇幻天花板来了。结果当晚腾讯视频首页将预告悄然下架，粉丝无奈调侃：虚空定档 PPT 营销，真就精神续命了。平台的沉默与民间的狂欢，形成了一种割裂感极强的舆论景观。而这场看似意外的播出拉锯战，其实隐藏着国产剧行业深层次的焦虑和挑战。一、奇幻题材的招商魔咒。表面看，萧启清嚷的延期是播出排期的调整，实则反映了平台对奇幻题材的投放犹疑。在现阶段国产剧市场，现实题材越来越成为主流商业规则的赢家。迪丽热巴主演的另一部现实题材剧《利剑玫瑰》被央视黄金档钦点，几乎成为腾讯此阶段营销与招商的全部重心。而反观萧启清嚷，尽管成本更高，视效更强，却因题材的虚构性在招商阶段屡屡受限。有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表现不佳的 S 加剧集中，70%以上为古装奇幻类。而现实偶像剧《锦绣芳华》却凭借轻现实基调成为广告主宠儿，单集植入广告数破纪录。当广告商用脚投票，平台自然也会趋利避害。萧启清嚷便成为了一个典型的二线待命，播好了是黑马骑兵，播砸了就是题材出问题。这种保守决策机制进一步加剧了平台的剧集堆积、资源内耗。二、特效的阿喀琉斯之踵。奇幻剧不同于都市剧，工业化水平直接决定呈现质量。尤其是像萧启清嚷这样以重工业幻想风味核心的作品，对技术、设备、人才的要求几近苛刻。《凡人修仙传》曾因特效返工被迫延期播出，其案例还历历在目。而据业内消息，萧启清嚷比前者更具野心，剧中采用了包括 3D 打印血管巢穴、液态金属式的消亡座、实时 AR 符咒特效等多项国内首次实验性技术。光是第7集一个劈碎幻境的5秒镜头，就动用了120台高性能显卡并行渲染，特效成本令人啧舌。这种工业级豪赌虽令人赞叹，却也为播出带来了极高的不确定性。平台深知观众已经被《权力的游戏》《沙丘》等海外奇幻巨制训练出极高的视效审美，一旦落差出现，就极易引发群嘲。
因此在尚未确保完成度的前提下贸然上线，无异于自毁前程。平台不如选择冷处理，等待时机。3. 顶流剧的内部竞争。更复杂的现实是，腾讯手中握有大量储备级别的 S 加剧资源，彼此之间不仅不是协同关系，反而构成竞争。程毅主演的《富山海》，杨洋的《凡人修仙传》都是类型上类似、投资强度相近的剧集。如果萧启清壤在暑期与这些剧同期上线，极可能出现会员拉新分流，甚至同类互扑的惨剧。今年上半年就曾发生类似状况，骑士长安的荔枝接连播出，虽有流量演员坐镇，但因目标受众重叠、话题疲劳，结果双双收效平平。因此，腾讯的选择是端水大师式的排播策略，将萧启清壤挪至11月，不仅能避开现实题材热潮，也可以为冷清的第4季度提供业绩突围的支点。4. 国产奇幻剧的突破与困境并存。从内容维度看，萧启清壤并不是一部套路化的玄幻剧，相反，它是近年国产剧中少见的融合东方志怪与现代科技的世界观构建尝试。例如，镜面水鬼寄生于电子屏中，通过人脸识别锁定猎物；骨血藤像生物病毒一样侵入宿主血管，开花时宿主的血肉结晶为长生丹。的萧巢穴融合3星堆青铜器造型与机械一体风格，甚至动用了200公斤牛内脏食物做成王座模型。这些设定并非空洞奇观，而是对人性与异化科技与神话的深度表达，类似于《诡秘之主》的中式表达路径。女主角聂九罗迪丽热巴士打破了仙侠剧中傻白甜的女性人设，白天是冷静刻刀下的雕塑家，夜晚则化身横刀浴血的风刀女将。剧中70%的打戏由她本人亲自完成，其中雨中反杀的萧的镜头被称为女版张无忌。当她觉醒血脉，在幻境中嘶吼出那句“真正的风是向死而生”，那一刻已不再是传统的情感剧女主，而是国产剧罕见的存在主义战士。此外，剧中的萧宴会也让人不寒而栗，华丽餐桌之下囚禁着被掏空脊髓的实验人类。林喜柔张力士外表温婉，实则在儿子体内种下血囊控制印记。整个世界观暗藏着对权力结构、生命伦理的尖锐讽刺。5. 观众如何反制迟疑？面对平台的迟疑、招商的退缩与排播的摇摆，我们作为观众是否只能被动等待？答案是否定的。萧启清壤的潜力值得被证明，而这个证明过程不必等到正式开播。我们可以用数据说话，去腾讯视频点击预约，刷短视频讨论度。目前预约人数已突破209万，表明了市场热度。用深度解读助推话题，委于原著中萧为人魔，人为萧鬼的哲学命题，极具讨论价值，足以掀起社交平台二创热潮。用案例施压，将司藤的逆袭路径摆在台前，当年谁会相信藤妖旗袍剧能破圈？当聂九罗的刀迟迟未能出鞘，这不仅仅是档期的延误，更像是国产剧工业化发展阶段性瓶颈的隐喻。我们已经具备媲美电影的技术野心，有演员磨出血泡的敬业精神，但仍被资本投向与招商逻辑牢牢牵制。但正如剧中清壤象征着死而复生，国产奇幻剧的突围也许正潜伏在这些等待之中。如果萧启清壤最终能在2025年冬杀出重围，他打破的将不只是剧中的萧的阴谋，更将是对题材鄙视链与平台单一评估逻辑的挑战。真正的好故事从来不怕时间考验。